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老天爷好像特别针对你？明明你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处处替人着想，但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却比谁都多。为了家庭，你做牛做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对朋友，对同事，你掏心掏肺。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是理所当然，是不被理解，甚至是最亲近之人的背叛。看着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过得风生水起，你心里一定有过怨，觉得这世界根本不公平，觉得自己这半辈子的善良简直就像个笑话。如果你心里也憋着这股委屈，请你务必静下心来。听完今天的影片，今天我们不喝虚无缥缈的心灵鸡汤，我会透过弘一法师最透彻的智慧告诉你，为什么越善良的人前半生越难熬。看完你就会明白，你现在所受的苦，其实是为了承接你后半辈子那份足以改写命运的滔天福报。很多人以为命运是一条直线，我们从小被教导，努力了就该有回报，付出了就该被善待，做一个好人，老天就会眷顾你。可现实偏偏不是这样运作的。面对这种落差，我们心里一定很纳闷，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里早就给出了最透彻的答案，只是这个答案从来不在表面。弘一法师曾说，世间一切皆是业力流转，我们以为的苦，其实在佛家的眼里根本不是惩罚，而是一种生翻土地的过程。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一块地，你想在上面种植最珍贵、最难养的奇花异草，你能不能随便撒把种子就算了？当然不行，你必须先花极大的力气去把土深深地翻开，把里面的石头挑掉，把杂草连根拔起。这个翻土的过程，对那块土地来说，就是千刀万剐，就是痛彻心扉。旁人看了还会笑话你，说你这块地怎么折腾了半天，还是光秃秃的，什么都长不出来。这就是你年轻时所经历的不顺。你之所以会遭遇那些背叛、坎坷与失去，是因为你这个人善根太深。老天爷知道你未来的格局很大，知道你这条命未来是要承载巨大福报的。可是你过去生生世世积累的业力，也就是那些石头和杂草还占着位置，所以命运必须用苦难作为载体，用误解作为考验，用一次次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的无力感来磨平你的棱角，强行把你生命里的那些业给消磨掉。这在佛学里就叫做消业。消业的过程从来都不是无痛的，它会扒掉你的一层皮。但是当这份煎熬的过程接近尾声，当你的业力开始松动、消散，最终从你的生命轨迹里退场的时候，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化作生命最丰厚的馈赠。而在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身上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3种旁人难以解释的特征。这3种特征，佛学里称之为消业之相。它不是你需要去庙里求签、找大师批命的玄学，它是你实实在在刻在相貌里、气场里、眼神里的一种生命印记。这3种相，就是你准备好承接晚年福报的最好证明。今天我们不讲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接下来我会透过民国初年一位曾与弘一法师有过交集的大茶商的真实经历，带你真正看懂什么是3种消业之相。如果你现在正经历着难熬的低谷，不妨在荧幕前的留言区打上夜宵福来、平安喜乐这8个字，把这份善意与祈愿传递出去，也告诉宇宙，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坦然接纳过往的磨砺。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1种消业之相，
在讲这个像之前，我想先给你们讲一段民国初年的真实传闻。那时候的泉州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林姓大茶商，我们就叫他林掌柜吧。林掌柜白手起家，生意做得很讲究，为人也极度慷慨，修桥铺路，施粥济贫，一件都没少做。所有人都说林掌柜这辈子肯定是福寿双全的命，可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他50岁那年，他最信任的一手带大的亲信徒弟暗中勾结了外人，把他的资金全部掏空，甚至连他名下的几处宅子都被抵押了出去。短短几个月，林掌柜从富甲一方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破产老头，还背了一身的债。换作是一般人，遭遇这种亲信背叛，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的打击，就算不去想不开，大概也会气得吐血，或者天天四处去告状，去哭诉吧。但林掌柜没有，他遣散了剩下的几个老工人，把最后一点首饰变卖，还了急债，然后一个人背着个小小的布包，走进了城外的一座寺庙。那座寺庙恰好是当年弘一法师曾经挂单清修的地方。林掌柜没有出家，他只是在寺庙里求了一个扫地义工的差事。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拿着大扫帚，在寺庙的青石板庭院里一下一下地扫着落叶。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叱咤商场的大老板，大家只知道这是一个沉默寡言、干活很勤快的孤独老人。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寺庙里来了一位西洋画家。这位画家当时正在中国四处游历，想用画笔记录下中国人的面孔。他画了达官贵人，画了平民百姓，也画了寺庙里的高僧。那天，他无意间看到了正在庭院角落扫地的林掌柜，画家一眼就被镇住了。他透过翻译告诉寺庙的住持，说这个老人的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深不可测的平静。他强烈要求要为林掌柜画一幅肖像。林掌柜推辞不过，只好放下扫帚，坐在那里让他画。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在欧洲拿过奖、画工极其精湛的画家，画了一整个下午，撕掉了10几张画纸。最后，画家颓然地放下画笔，无奈地说：“我画不出他，我画得出他脸上的皱纹，画得出他破旧的衣服，但我画不出他这个人真正的感觉。”这时候，恰好路过的弘一法师看了一眼那幅画，又看了一眼平静如水的林掌柜，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法师说：“你当然画不出他，因为他的气已经全收进去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种消业之相，气藏而不露，不着于相。为什么画家画不出林掌柜的神韵？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明明长得很好看，拍照却总觉得不上相，或者照片看起来总是没有本人那种温润的气质？现代科学或许会告诉你，这是镜头焦距的问题，是光线折射的问题。但佛法告诉我们，相机的镜头、画家的画笔捕捉到的永远只是一个人向外散发的皮囊之相。你看现在的社群软体上，有多少人每天拼了命的在展示自己，吃了一顿高级料理，要拍10几张照片，买了一个名牌包，要不经意的让它出现在镜头角落，去了哪里度假，必须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在职场上稍微做了一点成绩，就急着要老板看见，急着要在同事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状态在佛法里叫做着相，他们的能量是疯狂向外推的，他们极度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羡慕，因为他们的心里是虚的，他们需要外界的眼光来支撑自己的存在感。
这种向外推的能量，相机最容易捕捉，因为它就像一盏刺眼的探照灯，直接打在表面上。但真正消了业的人，恰恰相反，经历过命运的毒打，尝过人情冷暖、背叛与失去之后，他们把身上那些浮躁的、想要证明的、想要炫耀的业力，通通给磨碎了。他们不再需要向这个世界证明我过得很好，也不在乎别人觉得你过得很惨。他们把能量全部往内收了，就像那个扫地的林掌柜，他经历过巅峰，也跌落过谷底。他早就看透了所谓的财富、地位、名声，不过都是过眼云烟。他的心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外面再大的风浪也吹不起他心里的一丝波澜。金刚经里反复强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一个人的气场不再向外攀附，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评价时，他的气就会变得厚重、沉静、内敛。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越来越不喜欢发动态了，越来越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高谈阔论了，遇到别人的误解，连解释的力气都省了，只是笑笑就走开，甚至拍照的时候怎么拍都拍不出你本人那种安稳的感觉。请你不要觉得自己变老了，变迟钝了，或者是相机坏了，这不是你的缺点，这是你生命层次越深的证明。你的苦没有白吃，你的委屈没有白受，你把那些尖锐的业力化解掉了，把精气神稳稳地藏在了自己的内核里。你不再是一盏刺眼却容易熄灭的探照灯，你变成了一块温润的玉。而这种不着于相的内敛，正是你能够稳稳接住未来巨大福报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只有不会漏水的杯子，才能装得下满满的福气，对吧？我们继续说说林掌柜的故事。林掌柜在寺庙里扫地，除了那位西洋画家之外，其实寺庙里最先察觉到他不一样的人，不是人，而是动物和孩子。那座寺庙的后院养了一只用来看门的黑狗，那只狗平时非常凶悍，只要有陌生的香客稍微靠近后院，它就会龇牙咧嘴的狂吠，连寺庙里的年轻和尚有时候都不太敢去喂它。可是只要林掌柜拿着扫帚走到后院，那只黑狗非但不吠，还会主动凑上前，摇着尾巴，然后安安静静地趴在林掌柜的扫帚旁边，舒服地打起瞌睡。不仅如此，寺庙里有几个刚出家不久、特别怕生的小沙弥，平时看到大人都躲得远远的，却总喜欢在林掌柜扫地的时候跑过去黏着他，甚至抓着他的衣角玩耍。林掌柜也不说话，只是停下动作，摸摸他们的头，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有一天，弘一法师与几位弟子经过庭院，刚好看到黑狗和小沙弥围着林掌柜的这一幕。法师停下脚步，看着林掌柜的背影，对身边的弟子说了一句非常有深意的话。法师说：“你们看这位老人家，他身上的业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他的心干净了。”弟子不明白，问法师为什么这么说。弘一法师回答：一个人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滔天巨变，心里却没有留下怨恨，没有留下报复的杀气，甚至连防备心都放下了，他的气场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害的慈悲。动物和孩子的心最纯澈，他们不看表象，只认气场。这世上最骗不了的就是他们，这就是第二种消业之相，万物皆清慈悲的底色。我们把镜头拉回现代，请你回想一下，在你的职场里，或是你的社交圈里，你有没有遇过这样一种人？他们可能穿着打扮非常体面，
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满嘴都是客套话。他们甚至去上了很多什么高情商说话艺术、人际关系沟通技巧的课程，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赞美你。可是，当你跟这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你就是会觉得哪里怪怪的，你会不自觉地感到紧绷，觉得很耗能，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防备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语言可以伪装，表情可以训练，但气场是骗不了人的。一个人的心里如果装满了算计，装满了对利益的渴望，装满了我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的目的性，他的磁场就是尖锐的，是充满掠夺性的。我们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虽然逐渐退化了像动物那样敏锐的直觉，被各种语言和逻辑给蒙蔽了，但我们灵魂深处的感知雷达依然会对这种算计的气场发出警告。所以你会觉得累，觉得不舒服，但真正消了业的人，他们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林掌柜，他曾经拥有一切，也失去了一切。他见识过人性最丑陋的背叛，但他没有让那些丑陋变成困住自己的牢笼。他把那些怨恨、委屈、不甘心一点一滴地从心里清理了出去。当心里没有了业障的垃圾，腾出来的空间自然就装满了慈悲。佛经里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慈悲不是说你要到处去捐钱，或是整天把爱挂在嘴边。真正的慈悲是一种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干净气场。你不去评判别人，不去算计别人，你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也原谅了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当你修到了这种境界，你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极度安稳、让人放松的磁场。你会发现，走在路上，连路边的流浪猫、狗都不怕你。朋友们遇到天大的难关，第一时间就想来找你诉苦，哪怕你一句话都不说，他们只要坐在你旁边，就会觉得心安。如果你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喜欢独处，但只要有人靠近你，都会觉得你很温暖、很踏实。如果你发现小孩子特别喜欢对着你笑，动物特别喜欢亲近你，请相信，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这是因为你的灵魂已经被岁月洗涤干净，那些曾经折磨你的业力已经退场。你身上这股万物皆亲的慈悲底色，正是你未来承接无量福报最坚实的基石。在林掌柜扫地的这10几年里，其实还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有一年秋天，寺庙里来了一位姓陈的香客。这位陈老爷年纪和林掌柜相仿，穿着一身极其考究的丝绸长袍，身后还跟着2个佣人。可是这位陈老爷的眉心却刻着一道深深的川字纹，整个人透着一股焦躁与疲惫。那天下午，陈老爷坐在庭院的石凳上歇息，林掌柜正好拿着扫帚在不远处扫落叶。陈老爷心里憋闷，看着这个低头扫地的老头，忍不住就开始大吐苦水。他说，我这辈子真是造了孽，我拼死拼活做生意，给几个儿子买房置地，帮他们成家立业。结果呢，他们天天为了家产明争暗斗，媳妇对我更是冷言冷语，连顿热乎饭都不愿意好好做给我吃。我每年给庙里捐那么多香油钱，老天爷为什么不保佑我晚年享清福？我这心里真的是比吃黄连还苦啊！林掌柜听着，手里的扫帚没有停，只是扫落叶的动作放得更轻了。等陈老爷抱怨完了，林掌柜才缓缓直起腰，平静地看着他说，老大哥，你挣下的家业那是你的本事，可这儿孙对你的态度却是缘分。佛家常说，儿女跟父母无非就是4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他们就应该对你千依百顺。你这是在拿自己过去的付出去向讨债的人要利息，这怎么可能不痛苦呢？林掌柜顿了顿，接着说，你给他们买房置地，那是你作为父亲把该还的债还清了，债还清了，缘分也就结了。你现在最该做的不是盯着他们怎么回报你，而是把你那颗紧紧抓着儿女不放的心给松开。你不求他们的回报，他们就伤不到你。陈老爷听完愣在了原地，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在寺庙里扫地的老头，竟然能用几句话就把他这大半生都参不透的执念给戳得明明白白。直到有一天初冬的早晨，寺庙门口来了一个衣衫褴褛、冻得瑟瑟发抖的乞丐。这个乞丐因为饿了好几天，体力不支，直接倒在了寺庙的台阶上。林掌柜拿着扫帚走出去，正准备清扫台阶，他低下头看了那个乞丐一眼，就这一眼，林掌柜愣住了。那个倒在地上满脸污垢、落魄到连狗都不如的乞丐，竟然就是当年那个掏空他所有家产，害他家破人亡的亲信徒弟。如果是你，面对这个毁了你一生的仇人，现在像条死狗一样趴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做？是冲上去狠狠踹他两脚，是冷嘲热讽地说一句你也有今天，还是立刻叫人把他赶出去，眼不见为净？林掌柜什么都没做，他看着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现在却枯瘦如柴的徒弟，眼里没有一丝波澜。他只是默默转身走进了寺庙的厨房，拿了2个还热腾腾的白馒头。他走回台阶，弯下腰，把馒头轻轻放在那个人的手边，然后拿起扫帚继续一下一下地扫着他的落叶，从头到尾他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个徒弟看着地上的馒头，再抬头看着林掌柜苍老的背影，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这一幕恰好又被红衣法师看到了。那天晚上，法师把林掌柜叫到跟前，端详了他许久，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林居士，你这张脸比起当年你在商场上做大老板的时候还要年轻，还要舒展啊。你心里的结彻底解开了。你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一个经历了背叛、破产，从云端跌落谷底的人，吃了10几年的粗茶淡饭，做了10几年的粗活，他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苦相，没有半点戾气。相反地，他面色红润，眉宇之间全都是开阔与祥和。他看起来比那些养尊处优的富家老爷还要硬朗，还要年轻。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3种消业之相，心无郁结，岁月不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抗老、医美是一门多么庞大的产业啊！多少人花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去买最昂贵的保养品，去做各种拉提、除皱的疗程，拼了命的想把脸上的岁月痕迹给抹平。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衰老是任何顶级保养品、任何高科技医美都拯救不了的，那就是心上的衰老。你看那些长期习惯了计较，整天把怨气挂在嘴边的人，你看那些为了利益算尽心机，或是对过去的伤害耿耿于怀，半夜总是气得睡不着觉的人，就算他们把皮肤保养得再光滑，你只要看他们的眼睛，看他们眉心那道深深的折痕，看他们嘴角下垂的弧度，你就能感觉到一种被生活榨干的疲惫感。佛学里常说相由心生，这绝对不是一句安慰人的心灵鸡汤，它是最精准的身心医学。你的心是什么形状，你的脸就会慢慢长成那个形状。中医也说，郁结伤肝，
怨气伤脾，焦虑伤肾，执念伤心。当你把别人的过错当成匕首，天天在自己心里捅；当你把那些烂人烂事反复在脑海里咀嚼，你其实不是在惩罚别人，你是在拿毒药喂养自己的身体。你的气血会长期堵塞，你的器官会提早老化。林掌柜为什么看起来不老？因为他不把苦留在心里，苦来了他承受，仇人来了他放下，他不反复去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他不让那些负面的情绪在自己的身体里结成死结。原谅别人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当你把心里的郁结彻底清空，你的气血就会顺畅，你的神采就会像一盏不熄的灯。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最昂贵的保养品。如果你现在的脸上常常带着微笑，如果你发现自己遇到再糟心的事情，睡一觉起来就能忘得差不多，如果你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心里已经激不起任何恨意，只剩下平静，恭喜你，你已经把最难消的怨业给化解了。你这张不被岁月和苦难打败的脸，就是你准备好迎接晚年大福报最闪亮的招牌。听完林掌柜的故事，我知道很多人的心里此时此刻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个疑问你可能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但它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折磨着你。你会问，既然林掌柜是个大好人，既然他这么有善根，那老天爷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保佑他？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经历被最亲近的人背叛、倾家荡产的痛？为什么越好的人年轻的时候偏偏越不顺？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刚接触佛学或者在生活里吃了亏的善良人都会问的问题，因为它太反直觉了。我们总以为善有善报，好人就应该一生平顺，但现实里那些最善良、最不忍心伤害别人的人，往往在青壮年时期吃了最多的亏，走了最多的弯路，甚至常常被当成傻子欺负。对于这个疑问，佛学里有一个非常深刻但也极其残酷的解释，那就是善根越深的人，业障往往越重，格局越大的人，磨难往往越早。这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但这背后有着非常严密的宇宙逻辑。一个人如果他的灵魂层次很高，如果老天爷或者说因果法则注定要在他的后半生给他一份足以改变家族命运的巨大福报，那么因果法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没错，就是清算。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身上都背着过去生生世世的债。那些普通人，老天爷可能让他分期付款，每个月还一点，所以他的一生平平淡淡，没有大起大落，但也承接不到什么大福报。可是你不同，你是一块要用来建高楼大厦的风水宝地。老天爷为了让你能在后半生稳稳地接住那份大福报，非必须让你在前半生用最密集、最痛苦的方式把你欠的业力一次性还清。这就是为什么年轻时的你会觉得处处碰壁。你去帮人，人家反咬你一口，你真心付出，却被当作理所当然。你明明没有做错事，却要背黑锅。这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这是命运在对你进行强制清算。你在前半生把该流的眼泪流干了，把该吃的亏吃透了，你后半生就无债一身轻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福气是有重量的。很多年轻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贵人，没有发大财。可是你仔细想想，如果一个人在20-30岁，心性还没定，格局还没撑开的时候，突然给他几千万的财富，或是给他极高的地位，
他接得住吗？他接不住的。太早来的福报，如果没有足够厚实的德行去承载，那不叫福报，那叫灾难。那些年少得志，最后却跌得粉身碎骨的例子，我们看得还少吗？所以老天爷让你早年吃苦，让你经历那些烂人烂事，其实是在帮你扩大容器。每一次你被辜负，每一次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却选择不报复，你以为你是懦弱吗？你以为你吃亏了吗？不是的，在因果的账本里，你每一次的隐忍和善良，都在为你的后半生存入一笔极其庞大的福德存款。这笔存款在你年轻的时候是冻结的，你领不出来的。可是当你过了中年，当你的心性被磨练得像林掌柜那样沉稳、内敛、慈悲、不着相的时候，那个冻结的账户就会瞬间为你敞开。你会发现，到了晚年，你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硬朗，你身边的小人突然都不见了，留下来的都是真心相待的贵人，甚至你的子女也因为你积累的福德，运势跟着好转。这番话，如果你仔细去体会，其实完全可以套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想想我们现在的日常，每天早上走到传统市场去买菜，或者跟街坊邻居坐在客厅里泡茶聊天的时候，你听到的、聊到的，是不是常常也是这些？谁家的儿子今年过年给了多大包的红包？谁家的媳妇过门3年了，肚子还没有动静？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多好的学校，而自己的孩子却总是不争气？我们这半辈子好像永远都在为了面子活着，永远都在跟别人比较。有时候，孩子一句不耐烦的语气，媳妇一个无心的白眼，或者出门时邻居一句酸溜溜的玩笑话，就能让我们在心里翻江倒海，气得好几天睡不好觉。我们总觉得我为了这个家做牛做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其实这就是佛法里说的共业，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些大大小小的摩擦，那些让你觉得心寒的瞬间，就是最直接的消业过程。很多长辈身体明明很健康，每天早上还能去公园做甩手工、散步运动，可是心里却总是闷闷不乐。他们不是缺钱花，而是心结打不开。他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绑在了晚辈的身上，甚至常常觉得膝盖痛、血压高，很多时候都是心里憋着一口气散不出去。可是你回过头想想林掌柜对陈老爷说的那句话，债还清了，缘分也就结了。当你开始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的这个道理时，你就真正在修行了。当孩子顶嘴，你不再火冒三丈，而是能在心里默默说一句，这都是因果，然后一笑置之。当媳妇的做事方式不如你的意，你不再碎碎念，而是选择闭上嘴，退一步海阔天空。每一次你把这口气咽下去，每一次你选择不计较、不执着，你都不是在吃亏，你是在清空你身上的业障，你的心境会因此变得无比的宽阔。你不再去要求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人和事，你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你去种花，你去泡茶，你去念佛，你去跟老朋友散步，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舒舒坦坦，这才是真正的晚年福报。这种福报不是说你的孩子一定要多么飞黄腾达，而是你的内心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轻易地掀起风浪。这是一份无坚无摧的安定感。这就是佛家说的莫道善小而不为，莫道亏小而不当回事。你种下去的每一粒善良的种子，老天爷都帮你记着，没有一粒会白种，也没有一滴眼泪会白流。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
那我现在到底能做什么？我总不能像林掌柜那样跑到寺庙里去扫10几年的地吧？当然不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不在深山老林里，而是在我们每天充满柴米油盐，甚至充满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里。今天我为你整理了3个，你看完这支影片，今天晚上、明天早上立刻就能开始做的微小行动。它们非常简单，但只要你坚持做，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磁场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净，变得轻盈。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清空法。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前，请你闭上眼睛，花3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有没有谁说了句难听的话刺伤了你？有没有哪件工作让你受了委屈？找到了，看着它，然后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好，这笔业力到此为止。今天的债，今天结清；今天的气，我不带到明天。就像把心里那个装满垃圾的抽屉，每天晚上倒干净一次。你只要不把怨气带进睡眠里，你的5脏6腑就不会跟着受折磨，你的气血就会慢慢变得通畅。第二个行动，冲突当下的3秒止语练习。我们在生活里难免会遇到不讲理的人，难免会被误解。当那种怒火攻心，你恨不得立刻脱口而出，想要去跟对方大吵一架，或者拼命辩解的那个瞬间，请你试着把舌头轻轻顶住上颚，深呼吸，强迫自己停顿3秒钟。就这短短的3秒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佛家说火烧功德林，人在暴怒时说出来的话最容易造下新的口业。你停了这3秒，那个带着恶意的业力之箭就从你身边擦身而过了，它射不中你，你没有回击，你就斩断了这段恶缘的轮回。第3个行动，日常的微小布施。很多人以为布施就是要捐很多钱，其实根本不是。弘一法师非常提倡严施和严施。严施就是给人一个和善的脸色，明天出门对着大楼的管理员点个头，微笑一下。严施就是说一句温暖的话，看到别人沮丧，给他一句鼓励，甚至在网络上看到一支好影片，留下一句善意的评论。这些不花1毛钱的微小举动，都是在为你未来的福报账户里1块钱1块钱的存进去。时间久了，这笔利息会大得让你难以想象。荧幕前的朋友，今天的这支影片特别长，如果你能一路看到这里，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你生命中的善根指引着你来到这里。我们这一生跌跌撞撞，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最黑暗的隧道里，也许你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背负了太多的沉重，也许你正为子女操心，为生计发愁，为一段支离破碎的关系感到心力交瘁。我想请你轻轻地拍拍自己的肩膀，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真的做得很好了。弘一法师曾说过，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请你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善良，不要因为吃过几次亏就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不要因为遇到过几个烂人就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满身长刺的人。你前半生所受的那些苦，不是因为你运气不好，更不是老天爷抛弃了你，恰恰相反，是因为命运精选了你。那道打磨你的砂纸虽然粗糙，虽然让你痛彻心扉，但它终究会把你这块璞玉打磨出最温润的光泽。你身上的业已经在这些年的委屈与煎熬中一点一滴地消散了，你把该还的
都已经还清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天地要把一切美好连本带利还给你的时候了。当你拥有了气藏而不露的沉稳，万物皆亲的慈悲，以及心无郁结的豁达，这3种宵夜之相，就是你承接福报最大的底气。请相信，苦是有尽头的，而在那尽头的后面，是一片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花开满地的风景。如果你今天的内心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平静与力量，我真心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打上这8个字：夜宵福来，平安喜乐，把这份最纯粹的善意与祈愿留在这里。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这里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极其温暖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会回向给每一个留言的人，保护你，加持你。如果你身边也有那个正在苦苦支撑、觉得命运不公的亲人或朋友，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他的苦是有价值的。感恩每一位走到这里的你，愿你的后半生无灾无难，福慧双修。在我们互相道别之前，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让你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希望能持续收到这份来自佛学的温暖与智慧，欢迎你轻轻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关注和陪伴，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支影片再见。